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精致白裙背后是600天吃人内幕。赵露思的转型不易，谁懂啊，家人们？赵露思又穿着白色的裙子杀了出来。8月16日，在成都修丽可举办的线下活动中，纯白色的褶皱礼服裙，宝格丽 Serpentine 系列珠宝项链上，工作室出品的精修图中，那叫一个仙气十足。锁骨线条可以当作刀使，在超话里粉丝们嗷嗷叫道：“白天鹅本鹅！”但恕我直言，你所见到的是白天鹅，而我所看到的是一只被关在精致的躯壳中，进退两难的困兽。白裙盛宴的精修图越来越完美的时候，我就越发感到后背发冷了。但是同一日，另外一组生图也在疯转，没有10级滤镜，没有100万修图师，把镜头对准脸蛋，可以看到那里凹凸不平，颧骨也显得十分突出，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张纸一样瘦削。粉丝们纷纷解释说，这是由于角度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光线不好造成的。但是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元气甜妹吗？你品，你细品。一边是经过精心修饰的照片中完美的白天鹅，另一边则是未经处理的照片中变形不堪的纸片人。这不是造型出错了吧？一个人被撕成了2半，然后在网上被人围观。更加扎心的是，赵露思已经整整2年没有参加剧组拍摄了，20个月，也就是600多个日日夜夜。在娱乐圈中，这样的空白期可以填满一个顶流湖穿地心3回，但是它却是一个特例。在没有拍戏的时候，他又增加了18个代言，商业价值反而上升了。在流量最高的地方，一个不演戏的人，但是他的商业价值却是最高的。仔细推敲这句话的话，会不会发现其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有人说是他的躺赢，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所谓的躺赢吧，这是经过周密考虑之后的一种被迫选择的战略后退。记得2024年年底的事情吧？恋人剧组中，赵露思拍摄了一半的时候突然失语，不能站立，在轮椅上被推进抢救室，确诊为重度焦虑、抑郁症以及躯体化后遗症，吃药记不住台词，站起来也站不稳。然后呢？前公司的银河库于发出的一份停工通知中，并没有提到病况，很轻盈的感觉，就像是给员工发了一张请假条一样。那会儿他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棵摇钱树，树快要倒下了。但是资本家想到的并不是怎样去挽救它，而是如何尽快的把剩下的果实采摘完毕。因此就有了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不需要你们来封杀，我自己就不做了。到2025年8月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长篇文章，并且直接把对方给撕了。当时的网络上流传着4亿元的违约金，大家都在笑，一个甜妹子和资本硬碰硬，他拿什么赢？可他偏偏赢了，4亿元违约金变成了5000万元。新的合同中增加了一条，在整个娱乐圈都是前所未有的条款：心理健康第一，每年必须强制休假30天。说真的，你把娱乐圈里顶流们的解约合同都找出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条款？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从制度上对自由进行保护。它并不是依靠资本施舍来获得这些钱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4亿违约金变成了500万元和解，50万股权重组。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他又做了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2026年7月23日，工作室发出了一则优质的稿件，征稿启事没有限制身份和资历。2天之内收到了200多个稿件，
他跳过了资方，自己来制造局面。8月16日，工作室直接宣布拥有9部影视作品的版权储备，其中有3个是征集到的原创剧本。8月22日，由他自己来担任监制的短剧《我不就是 MRR 吗》在横店开机了。从被挑选出来的演员到做这个决定的人，由原来的等饭吃到现在做饭吃。这次战斗中，他把资本打跑了，但代价是什么？就是那副瘦得不成样子的身体，就是那张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多次审判的脸。他胖了会被骂作壮士，瘦了又被骂作骷髅，圆脸会被嘲笑为发面馒头，而尖脸则会受到质疑为医美过度。生图的状态比较好就叫做回春，状态比较差就叫做崩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无论怎样都站不正。赵露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演员经常要靠天吃饭，但是身材却要一辈子受罪。苦役。他说自己身体的情况是用这个词来描述的。现在的赵露思已经28岁了，一个人住在成都的大平层里，家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宠物，可以吃一碗大大的面条，但是仍然瘦得只剩下锁骨了，脖子上青筋暴突。他爸爸也成为了网络上的小红人，穿的衣服既时尚又很有个性，看上去他在认真的活着，并且也在努力的去爱着自己。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他的双眼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被掏空之后的宁静。这场白群盛宴表面上看去就是颜值回春、商业登顶、从演员转行做老板的完美叙述，但是里面有一个26岁的女孩，原文中说是90后的，被资本榨干，被舆论撕碎，被审美绑架之后咬着牙爬起来，重新掌握人生主动权的故事。他没有躺赢，他在一片废墟之上，用自己的双手一块块地垒起房屋来。因此回到文章开头的一组白群生图，经修图的撕裂，这不是造型出错，也不是状态变化，那就是同一个在被审视的客体与掌握命运的主体之间来回切换的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有人认为他是没有戏可以拍了，就自己做起了戏剧。我个人认为还不如自己重来一次。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你认为赵露思这次转型是主动打破局面，还是被动无奈呢？还有，我们究竟要使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多少位女明星才算是合格呢？